先打开这个这个切片软件，然后准备一个 STL 格式的文件，STL 格式的，然后进入软件之后，把这个文件拖进来之后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觉得小的话，这里会有个缩放，比如说我要高度100，我就设置到100。然后这边是按倍数的话就放大了20倍左右，也可以调倍数，也可以调实际尺寸。进来之后把这里有个旋转，点一下旋转之后，我们把拖这个线你要转哪个方向，它哪个方向就会变。像这个我要给它躺下来，像这样子倒下来，找一个接触面小一点的，去贴住这个平台，然后这里有个镂空参数设置2到3毫米吧，像这种比较大的你就设置3毫米，然后点一下开始，这边开始之后这个条子自己会计算一遍，等它整完之后点一下挖孔，参数就按照我这样子来，然后点一下添加一个孔，找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面啊，给它开一个孔。挖孔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材料能流出来，第二个就是防止里面材料膨胀之后这个模型会破损。挖完孔之后，这边会有一个支撑，选择所有支撑，它自动添加支撑之后，将这个层数条拉下来，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刚开始生成的一部分，然后把整体倒过来之后，手动的方式，在下面这刚开始生成这一部分添加支撑，因为主要是这一部分粘好了，你后面的上面那些才是没问题的。如果这一部分掉了，你后面全废了。所以要多加一点支撑，到时候粘的失败率会高，成功率会高一点。添加完之后拉上去，到这一步之后再点一下这边有个设置，我们这个文件做好了，我们就点一下切片之后就是到这个页面，这里会显示时间，到这个页面之后就点一下保存格式是 CTB 格式，然后在桌面就会有这么一个一样的，这是 CTB 的格式，然后就把这个格式放到 U 盘里面去，然后再插到机器上。类似这种壳体的壳子类型薄壁的这种东西就不需要镂空了，直接添加支撑，不需要镂空。添加完支撑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拉下来。那这一部分刚生成，然后也是一样，去手动添加支撑，手动加一些支撑，也不需要太多，就稍微有几个点，多几个点，然后拉上去，然后切片保存，然后点一下保存，
CTB 格式，然后就到桌面上去了。